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M 亲子书房练习曲，我是 Ann。今天呢，我想邀请你跟我一起空下一段安静的时间，我们来深入的聊一聊一本很温柔，但同时又非常有力量的书。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请你先感受一个画面。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在一整天忙碌之后，你好不容易可以陪在孩子身边，可能是在念床边故事，也可能只是静静的看他玩。可是你的身体虽然在这里，你的心、你的思绪却好像被一条看不见的线拉着，飘到好远好远的地方去了。飘到还没回的 email， 还没做完的工作，或是那一长串的家事清单上。孩子跟你说了什么，你点点头，但其实你一个字也没听进去。这种人在心不在的抽离感，我想是很多现代父母都在挣扎的一件事。而这个挣扎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读的这一本从陪伴开始的全脑教养，他想要温柔的接住我们的部分。这本书它不是要给我们更多的压力或是更多的待办事项，正好相反，它是要带我们回到一个最单纯也最核心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在场。好的，在今天的分享里，我们的旅程地图大概会是这样。首先，我们会一起来看看在场的真正意思是什么，为什么它对孩子的大脑发展这么重要。接着，我们会来认识书里提到的安定4要素，这4个很简单的指标，可以帮助我们看见关系的品质。然后，我也会分享一个我自己的非常个人的故事，关于这个概念是怎么样彻底改变了我和孩子的睡前时光。最后，我会提供2个很温和的练习，让你这周就可以开始试试看。哦，对了，请你一定要跟我一起走到最后哦，因为我有一个很温柔的提醒要送给你。我相信这个提醒后续可以轻轻的帮你卸下肩膀上的一些重量。好的，让我们先深深的潜入这个核心议题。在这个充满各种干扰、不断要求我们一心多用的世界里，到底什么才算是为孩子真正的献身与在场呢？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我觉得超棒、很有释放感的答案。他说，教养的关键从来就不是要做到完美，而是情感上的在场。你知道吗？这句话就像一道很温暖的光，照进了好多父母那种被我应该要这样，我应该要那样填满了焦虑内心。它让我们能够从那种不断追求100分的完美父母，转上去成为一个愿意一次又一次回到当下，跟孩子真实地连接的在场父母。而且这不只是一个很温暖的口号而已哦，它背后其实有很深刻的科学根据。很多脑科学研究都告诉我们，父母稳定而且可以预期的在场，就好像是阳光、空气和水对于一株植物一样，它本身就是孩子大脑发展最关键的养分，可以帮助他们的大脑建立起非常稳固的神经连结。而这个连结就是他们未来在面对压力和挑战的时候，那份内在心理韧性的来源。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理解并且去实践这种可以滋养孩子的在场呢？书里面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楚而且很好记的架构。这一切的核心其实都围绕着一个心理学上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安全依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我们正在为孩子的心灵打造一个很安全、很温暖的家。当孩子心里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我表现得好不好，永远都会有至少一个爸爸或妈妈是我的安全港湾，是我可以回去的地方。当他有了这个笃定的感觉，他就会有勇气跟信心去向外探索这个世界。为了让安全依附这个概念可以从一个好像有点抽象的理论变成我们在生活中可以观察、可以感受到的具体品质，作者就提出了非常有名的安定4要素，也就是英文里的 The 4 S's。这4个 S 分别是：第一，感到安全 safe， 这不只是说身体不被打，更重要的是情感上的安全感，知道自己所有的情绪都会被温柔的接住。第二，被看见 seen， 这代表我们不只看到孩子外在的行为，更愿意去好奇，去试着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心情和需要。第三，得到安抚 soothed，
当孩子被很大的情绪淹没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稳定的力量，陪着他们，帮助他们从情绪的风暴里慢慢平静下来。而当前面这3个 S 被孩子一次又一次的经验到，他最终就会发展出第4个 S， 那就是安稳 secure 的感受，一种很深刻的内化在心里的安全感跟信任感。然后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这4个 S 啊，它绝对不是一张让我们用来打勾勾检核自己有没有及格的清单，不是的，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或是一个罗盘，来帮助我们去感受、去观察我们跟孩子之间关系的品质。重点从来就不是在于用了什么技巧，而是在于那份连结是不是有真实的温度。聊到这里，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这个关于在场的学习是怎么样真实地走进我的生活，改变了一个原本充满拉扯的日常片刻。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在过去好长一段时间里，陪孩子睡觉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煎熬。我会躺在他身边，身体的重量明明在床上，可是我的整个能量都充满了焦躁跟不耐。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声音，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要睡着啊？我等一下有好多事情要做耶，我的自由时间到底在哪里？我的人在这里，但我的心早就已经冲出这个房间了。而孩子他完全可以感觉到我那份很急着想离开的能量。真正的转变是发生在我重新定义了陪睡这个时刻。我对我自己说，这不是一个需要赶快被完成的任务，这也是我自己的休息时间，这是我可以放下整天的疲惫，单纯地去感受另一个小小的生命它温度的神圣时刻。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本来很紧绷的肩膀放松了下来，我的呼吸也跟着变得很深沉。于是睡前时光就从一场无声的角力转变成一段真正彼此连接、彼此安顿的宁静时光。那么我们该怎么把这份领悟带进我们自己的生活里呢？在这里，我想给你2个小小的练习邀请，它们不是功课，而是一份很温柔的自我探索。第一个练习叫做10分钟的专注时刻，试着每天找出一段不被打扰的10分钟。在这段时间里，把手机放到你看不见的地方，你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在，不指导，不纠正，也不教学，只是单纯的带着好奇的去观察你的孩子，听他说话，看他玩耍。当你发现心思飘走了，没关系，这非常正常，只要温柔的再把它带回来就好了。第2个练习是一个向内的温柔探问，请你找一个安静的片刻，给自己泡杯热茶，然后轻轻地问自己，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当我感到难过、生气或害怕的时候，我的情绪是怎么被对待的呢？问这个问题的目的不是要去怪罪任何人，而是为了要带着慈悲去理解我们自己内在的蓝图。因为只有当我们理解了过去，我们才有可能有意识地为我们的孩子创造一个不一样的未来。我们今天的分享其实只是一张地图的总览，算是一个旅程的开端。因为在场跟安定4要素真的值得我们更深入的去探索。所以我非常期待的想邀请你，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会用连续4个礼拜的时间，每个礼拜深入地来谈一个 S。我们会透过更多的真实案例和具体的练习，一起学习怎么为孩子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怎么让他们感觉真正的被看见，怎么样在风雨中安抚他们，以及最终怎么样帮助他们建立起安稳的内在基础。旅程的最后，这是我一开始就答应要给你的那个温柔的提醒，请你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在心里对自己轻轻地说，你不需要完美，你只需要在场。我们都会有分心的时候，我们也都会有失去耐心的时候，但教养最美好的地方就在于每一个当下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们可以随时选择重新回到孩子身边，重新连结。如果今天的分享在你的心里留下了一点点温暖的涟漪，
我想邀请你在下方的留言区分享你的任何感受或想法，也诚挚地邀请你订阅“爱亲子书房练习曲”这个频道，加入我们接下来为期1个月的深度实践旅程，让我们一起不求完美，但求在场。谢谢你的聆听，我们下次见。